上一集我们提到如何用脑来学习，从资料库，然后把资料库的知识，然后整理到我们的大脑里面，那就关于这个学习力的部分。那把资料库呢找出重点，然后有序的放到大脑里。那我们大脑本身就是一个资料库呢，那这个资料库呢，你累积的也很多的资料了呢。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到40、50岁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啊，这些资料已经有一点庞杂，有一点散乱了。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增加你的智慧啊，就要把你自己大脑的资料库的资料好好的整理。那我们一直在说现在的 AI 智慧 GPT 啊，生成式的这个智慧啊，它就是一种把目前人类的资料库，然后好好的整理之后，它产生自己一个 transformer， 所以它等于读完人类的书，然后产生一些想法。好，那我们自己大脑里面的资料库也必须要好好的整理呢，所以我们要建造自己大脑的 GPT 呢。我们从小到大不断的念书考试，然后我们上班，然后得到很多经验，那我们也很多专长，那懂得很多人际关系，好，那我们也看了很多电视影剧，我们自己个人的资料库也不少呢。那我们这些经验里面呢，都复刻到我们的大脑里面，但是这些资料你有没有发现很散在？就好像你买了一堆书放在自己家里，有些放在地上，有些放在书架，你没有做分类。那有一天书已经多到你要找那一本书的时候，你找不到了。所以有一句话，你念书啊，你有时候念书念多了你会越念越笨呢，不是越念越聪明呢。一开始念的时候还变聪明，可是到后来就变笨了。为什么？因为资料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所以一个40、50岁的人如果还要再造一波自己的智慧的话，那就是先把你大脑的资料好好的做整理。那我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智慧。我们原始人就会想了。原始人怎么想的？原始人他在大自然中走来走去。那比如说经过一个山洞山洞黑黑暗暗的，那还发出一些低沉的声音呢。那山洞因为常常躲一些野兽呢，那躲那些野兽然后就出来咬人呢。所以原始人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只要经过这些地方，就要特别小心，里面可能有野兽。那如果经过一些草丛那草丛有时候会有一些兔子、老鼠然后就可以当做美食来猎捕所以他就觉得说，这里可能会有兔子，可能会有一些野味。那原始人就养成趋吉避凶的能力这些经验不断的累积之后，原始人在大脑里面呢，会形成一些规则经过山洞就要小心，遇到草丛可能有美味，从经验变成规则。这些散在的资料在我们人的大脑里面。那原始人如何进化成现代的人类呢？因为他平常他不是只有亲身体验他还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用他那些经验他不断重复的思考，重复的想，然后呢累积出更精华的东西所以从散在的资料重复的想，然后慢慢的从资料变成很宽松的规则，然后从宽松的规则里面，他又找出更严格的规则。那这就是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那些科学的规则呢，都根据那些繁杂的资料里面，然后先产生松规则、宽松的规则，然后再产生严格的规则。严格的规则，比如说那些科学的定理就是严格的科学所以人类大脑不是只有亲身经历，他平常没事也会不断的想，重复的想。那这件不断的想的事情呢，即使历经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大脑的思考这些事情就由电脑来代工电脑既然可以把我们现在人类在电脑上纸本上呢所承载的这些书面资料它一次全部的吸收比如说念一本《三国演义》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 GPT 生成式人工智慧它念的可能有10亿本像《三国演义》这样子的书呢，
结果他把这么多的资料啊，重复的想，重复的看，然后形成他个人的一个文本。那这种水平式的学习啊，然后制造出这个人工的智慧来。那这个人工智慧呢，就是叫 GPT 啦。那这 G 是什么 ？G 就是 generate 就是生成。那从什么生成？要 pre-training。所以以目前人类的这个资料库，很庞大的资料库，然后 pre-training， 然后制造出一个文本。那文本呢叫 transformer。那这个文本呢，就是集合了人类所有智慧，人类智慧就是书本上的智慧，电脑上的智慧了哈。然后在这个 transformer 把它维持下来。然后呢，今天如果经过这个 transformer 呢，就可以制造出相关的东西出来，好，制造出相关的东西出来。所以 GPT 中文叫做生成式预先训练的转换器，或者如果照逻辑上讲，应该是预先训练的转换器。可以产生这个新的东西出来。好，那什么叫 pre-training？ 这个就是啊，把人类目前有的资料库啊，大量的资料库，然后呢非常巨大的资料库输入到电脑里面。以前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那随着这个电脑科技的发展啊，它的计算力大幅的提高啊，所以它可以去承载这么大的资料库啊。那这个神经网络以前就有这个东西的。这个神经网络呢，竟然可以制造出1000多亿的参数出来。那最近 GPT-4 更往前走可以再增加10倍，所以几千亿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节点呢，也是非常浩瀚的。那它把所有资料呢，全部一网打尽，放在它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形成它的智慧的基础。那这个人工智慧的 AI 到底在哪里呢？它其实它不懂它在学什么。它其实是像以前我们背数一样死背硬记的，然后呢，每一个字呢，它就有相关的智慧在后面跟着发生了，所以它由第一个字预想猜测它的字尾应该要产生什么字，所以用字来猜字，然后变成一个句子之后，再用句子来猜句子，然后变成一个小段的文章之后，再用小段的文去猜一个更多的文。所以字猜字，句猜句，文猜文，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智慧。那水平式的智慧，你不要小看它他们本来还以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发现说啊，当你水平式的智慧已经大到满出来的时候，利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产生立体感了，然后慢慢产生垂直式的智慧了。好，那翻译师来讲两种智慧。那什么是两种智慧呢？一种就是像那种这个 AI 似的AI 你不要以为它很聪明，它就是一个非常认真、巨细靡遗、一网打尽的强文博记它把所有的资料库呢全部都记录下来，而且它记录能力很强，然后不断的翻转，然后因为太水平了，水平到最后啊，因为字生字、句生句、文生文，后来产生一点垂直的感觉。那一点垂直的感觉就是智慧。那我们人类呢，代代相传，在地球上也活了几百万年了。这几百万年呢，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像电脑一样这么样的快速，这么样的记录的这么大的具体的资料。可是我每天也在做这种事情。那我们比较直接单刀直入啊，我们是垂直式的智慧。我们比较喜欢讲逻辑，我们喜欢把那个经验规则，然后变成宽松的规则、严格的规则。然后形成我们的人类的垂直式的智慧。那垂直式智慧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在动物界里面比较不会贪心的，闲着没事就在想这些事情，那想出一个严格规则出来的。然后呢 ，AI 呢是属于水平式的智慧，无远弗届所以我们这个有 AI 的水平式智慧，也有我们人类的垂直式的智慧。那 AI 的水平式智慧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虽然它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我们要从里面截取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垂直式的智慧出来，比如说那个深蓝Deep Blue， 那他会去做围棋的这个练习，所以他的水平式智慧很大，那他自己不晓得他在下围棋，他连围棋的规则他都不懂，可是他下出来的围棋有时候会吓你一跳那我们有时候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招式是人类几千年来玩围棋没有学到的呢。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下围棋的方式跟他做学习。他不懂得下围棋，竟然可以下出新的招式。所以我说AI 是有水平式的智慧，那人类有垂直式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建造自己大脑的 GPT 了。我们每天在看东西啊，刚刚方医师在这个捷运上几乎每个人都在看手机啊。然后我旁边这个女生她刷手机速度也很快，然后看到我在旁边，然后就抬头看我一下，以为我在偷瞄她的东西啊。那事实上我就真的在偷瞄她的东西，一个怪老头在偷瞄人家在看手机啊。那他就看那个短视频啊、短影片啊，也是很快呢，也是很快，非常有效率的学习啊。老老少少都在学习。那我每天输入一大堆资讯，那我们每天还要讲话，可是我们输出太少，我们顶多讲话，跟人家打个屁，稍微赖一下。我们大部分都只有输入，很少输出啊，所以这个大脑就有一点塞车了啦，只进不出啊，变成大胖子啊，代谢不良啊。所以我们大脑里面要翻转呢，要翻转，而且要懂得输出呢。所谓输出就是好好的讲话，好好的做创作，好好的写出一篇有前有后的文章，好好的去画图，好好去做体会，好好去做思考，这就是输出啊。那大脑里面的 GPT 要怎么让它转呢？怎么让它变得有意义的转呢？方医师就介绍这个大脑如何整理自己的 GPT， 有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闲着没事的时候，像以前方医师闲着没事就到咖啡厅里面去进行这2个步骤。步骤1就是你今天要思考一个主题，要思考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在大脑里面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想法，它绝对不是很完整的，但是相关的想法会有，可能有2个，有3个，可能有5个、10个，那你就把那些相关的想法呢落点。你自由联想，很放松的，什么都想，写在一张白纸上。落点之后呢，这些东西都跟你这个主题有关，但是没有脉络，没有关系。你这个时候不是为了要找脉络，你是要把相关的东西尽量的落点下来。你有时候想到1的时候，你会想到 1.2、1.5、1.6 好，然后如果这个想完了，你会调出2、调出3、调出4呢？那4还有 4.1、4.2 呢？那这个都会洋洋洒洒的写在这张白纸上，不用担心，一开始绝对是很混乱的，就是要这个乱，什么东西都可以出来。可是第2个阶段，我们就要把在纸上的混乱的自由联想的落点把它排序，让它结构化。有时候相关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画在一起，有时候是条列式的东西，有时候是发散式的东西。所以它可能有互相关联的放在一起，它可能是发散的想法放在一起，它可能是条列式的东西放在一起。那你今天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先把你这个主题你已经产生第1步的结构化了，那就把它记录到你的宝贵的笔记本里。所以方医师在咖啡厅里有2个东西，一个就是纸，常常都是咖啡厅就星巴克里面的卫生纸，星巴克卫生纸还蛮好用的。你只要用那个类似油笔这种比较油的笔去写，都非常好用，用完就可以揉一揉，还可以擦鼻涕。然后这些资料呢要整理到你的笔记本去，所以不用带别的东西，就带一本笔记本去，然后再加上星巴克的卫生纸，就可以把一个主题想得非常的舒服了。然后呢，带着这个满满的有条有理的知识回家。那我做这件事情呢，做了将近10年了，也就我当主治医师那10年比较闲我如果没有看诊的时间呢，常常都是窝在咖啡厅里面的，一窝就是3、4个小时，很少带书的，就带个手机，有时候需要查一点资料，就看一个手机，那个空白的笔记本，还有之前写的笔记本。然后方医师就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是我知道的，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明明白白所以孔子说，什么叫做知道？什么叫知识？好了，知识不是写在课本里背起来的知识呢，是在你大脑里面有结构的东西叫知识呢。所以你就会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为你每次做完一个主题其实你会引出一些问题来，
那你会把这个问题也记录在你的笔记本，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很特别，以前都没有想到是个问题，终于被你发现了。所以啊，你只要做这样子落点、自由联想的落点，还有结构化的过程，你就会知道你大脑在想什么。所以就把它变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是知也。我来举2个例子，才不会太抽象。比如说以前啊，我来教小朋友数学好了。那小学生一开始要学分数的算术呢，那你看哦，你这个分数的算术，我把这个分数加减乘除，我举这些例子给你看。那这样大家都会做啊，1/2加1/3，1/2乘以1/3，1/2除以1/3。其实现在小学生每个人都会做，反而大人可能会不会做。光是1/2除以1/3，有人就算不出来了。那小孩子都会做。那你有没有想想看？你会做，但是你会什么？今天你已经会做了，可是小朋友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做。那这里面呢，你就先帮助小朋友，或由他自己点出那个规则来。比如说1/2加减1/3，他其实要先让他的分母是一致的，所以要变成3/6加减2/6。所以第一招就是分母要一致才能加减啊，分母要一致才能加减。这是第一招，好不好？写1。那1/2乘以1/3，它的运算方法就是分母相乘，分子也相乘啊。所以1乘以1，2乘以3就是1/6。所以乘法就是上下都自己相乘。这第2招，很明确的。第3招，1/2如果是除以1/3呢？除就是乘的相反的。那除我们不会做啊，所以我们就先把它乘把它反过来。所以这1/2除以1/3就等于1/2乘以1/3呢。那乘法我们会做啊，第2个规则我们就懂了啊。那我们就用到第2个规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所有的分数的加减乘除就是3招啊。你有没有发现这3招？没有，你只是会算分数的加减乘除，没有发现这3招，你还停留在资料的阶段，没有进到规则的阶段。好，那下一章。当你发现这3招的时候，你今天去写那个题目啊，有一个题目写4/5分之2/7加3/2，这听起来好像要整人的题目嘛，好像很难啊。小学生超会做这种题目的，那怎么做呢？第一个上面是加法，所以就把分母弄成一样。那你要先告诉自己，或者是你要问这个小朋友，你是用什么规则？那他就说我用的是第1个规则。加减法分母要一样。那第2个4/5的这个除法，你要把它反过来啊。除法我们不会做，我们要变乘法，所以呢要用第3个规则，除法要变乘法，反过来。接下来乘法呢就是两边相乘，那就是第2个规则。你看你做一个题目，到底用哪一个规则，自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会做好这件事情的人，考试100分呢，不会做好这件事情的人呢，考试第1次100分，第2次80分，第3次50分呢，越来越递减，因为你不晓得你知道是什么，你以为你会做，那只是反射的行为而已，这样了解吗？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方医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如何治疗失眠，那我就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讲如何治疗失眠，那我就提到啊。这个我们吃的镇静剂啊 ，GABA 这一类的镇静剂，它是把我们大脑里面一半的抑制神经元，就神经元有分为刺激性神经元跟抑制性神经元。镇静剂就是专门把抑制性神经元把它激活，让它去抑制别人，叫他很认真做事去抑制别人。所以镇静剂是什么？是抑制性神经元的刺激剂，叫他认真做事。那这样会怎么样？这样就会浅睡嘛。可是他没办法熟睡啊，因为熟睡的时候，连抑制性神经元都要一起睡啊，他睡不下去啊，因为他有一个药一直在刺激他，所以吃镇静剂的人只能浅睡，无法熟睡，道理就在这里了。那如果是利瑞卡，像一直钙离子通道阻断剂，它就让所有的神经都休息，那就可以马上进入熟睡啊。那我们的睡觉呢，除了浅睡、熟睡，还要进入熟睡的大脑有一个机制啊，就是低剂量的血清素啊。
所以低剂量血清素可以帮助你转换成熟睡。好，那做梦要用到乙酰胆碱。那睡眠呢，不断有这些阶段的转换呢，要用到这个多巴胺刺激剂，然后我们的食欲素也要低。那我把这些零零杂杂的都写在纸上，那我把我所想到关于这个失眠治疗的药物都写在纸上，然后这时候呢，我就需要整理了，整理出那些以下的这一章。好，我现在资料已经这么多了，我就整理，我就把它结构化。结构化什么呢？我们就把睡觉分成4种失眠。第一种叫做浅睡不能，一开始连睡都睡不下去，因为大脑太兴奋了，刺激性的神经元呢太兴奋了，我们就要靠抑制性神经元来抑制它。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唤醒抑制性神经元，吃镇静剂。所以吃一点低剂量的镇静剂是 OK 的，它可以帮助你大脑从清醒转换到浅睡。可是如果你吃高剂量的镇静剂，它就永远只停在浅睡，因为大脑有一半的神经细胞都被你刺激之后过度的兴奋，那这样就睡不下去了哦。熟睡是大家都要睡的哦，所以如果熟睡不能呢，每天都浅睡，那有没有这种病人？有，就睡得太浅，没办法熟睡，那就要给他一点类似利瑞卡、钙离子通道阻断剂，或者是血清素第2型抑制剂，稍微提升血清素。好，这都是合理的办法。还有人做梦不能做梦需要做什么？做梦就是要乙酰胆碱。有人睡4-5个小时就醒来了，后半段的做梦期整个省略就是乙酰胆碱可能不足，那这跟失智老化的病人有关。最后每一次睡觉的转换他都醒来，一个晚上哩哩啦啦的，他可能多巴胺稍微不够，要补充一点点，或者是食欲素太高，需要吃一个食欲素抑制剂。类似像这样，方医师把零零散散的资料先写在纸上，后来就把它整理出一个结构化的东西。我要留在我大脑的是这些结构化的东西，我3不5时就做一个大脑的整理工作，才不会让我的这个书房那个书都乱放然后变得很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写作文，以前我们从小到大，不管是学校的课程、考试的时候，都要写作文那比如说以前我记得有一次考试题目是把握时间那我就跟小朋友说，这个把握时间，这个作文我们要怎么写？有人呢拿起这个考卷就从第一个字开始写的，然后写一写，要怕时间不够嘛，结果写到后来不知所云然后前后已经有一点乱掉了，没有结构性这是很糟糕的。一开始可能噼里啪啦的写，到最后无法收尾，虎头蛇尾那怎么办呢？一开始都要先写一些那个架构。那方医师针对如何写作文这些事情呢，有一个实例的练习。好，那我们会放在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那我把去年113年今年的学测的题目，竟然叫做缝隙的联想。那这种题目怎么发挥呢？你一定要先写出一些架构，用1分钟到2分钟写出架构，再花5分钟到10分钟把作文写完，这样你就会很完美。那这需要做这种心智的训练，我把它拍成一些实例的影片。有一个坊间的叫心智图心智图类似就是你把你的东西写下来，然后呢画出一些类似这种心智图。那这种心智图它那种放射状的心智图，那其实方医师的心智图是有做改良的。首先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画出类似放射状有结构的心智图你这样子会限制你的思考因为你同时又要开放自由的联想，你又要找出它的结构，这样其实是有冲突的。你如果要想结构，你就不够开放，这样知道吗？所以呢，我要把它分成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乱想乱写。那你在乱想乱写的时候，你会东一块西一块的，无所谓，尽情发挥然后你就可以把你大脑想得到的都先写在纸上，这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再把你随意乱写想得到都写的东西，再分成种类，分成次序，然后再去结构化它。那在坊间教大家心智图的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写得太有结构了，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放射状的图的，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就自由联想，第二个才是结构化。
那这是我要讲这一次的主题的时候，我就拿一张纸来，然后我就这样子东写西写的，哦，所以这张图就是我的草稿，就今天演讲的草稿。那我就把我之前几年的那个笔记本拿出一些来，这只是我一部分而已。那一般我都买这种很便宜的笔记本，那你看上面就是我的精华。那我常常会回来看我自己写的笔记本，然后从笔记本得到我自己的经验。我有时候都很压抑，说我当时怎么写这么好，然后呢，再把这样的资料呢，再写成第2本笔记本、第3本笔记本。所以我的知识形成金字塔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不断的用自己的资料，然后再往上叠，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那我也知道我自己不知道什么，那这就是我之前比较有空的时候叠出的一大堆的笔记本。那我现在很少写笔记本了，因为我都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好，那最后一章，如何用脑来学习？所以用脑学习的方法，我把这个方还打一个引号，这个方就是方思清、方医师的方法。首先你要一个目标，你要整理大脑的想法，或者你会变笨，越老越笨，书念越多越笨。那方法呢，就是自由联想，然后再加上结构化，那写出你自己大脑的专属的笔记。那笔记之后再看自己的笔记，再笔记，不断的大脑笔记再笔记，就是我们这个40、50岁的人呢变聪明的方法。那这样大脑有进有出有整理，你才可以跟 AI 一较长短。所以我鼓励大家用脑学习，越早搭上这个用脑学习的列车才会持续的进步聪明。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